同学们，中医与诊断的课程全部学习内容到现在就全部学习完成。我们在中医与诊断的课程中，为同学介绍了部分中医理论知识，为学习中医诊断打下了基础。其中，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是中医的两个说理的工具，五脏六腑学说是中医研究的对象，气血津液理论是中医研究的物质基础，而六淫、七情、饮食损伤等病因理论则是中医研究的主要致病因素。中医与诊断课程还重点学习了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之下，如何运用中医的望闻问切四诊，包括中医特色的舌诊和脉诊，收集症状和体征的病情资料的方法，其实就是中医诊断的诊的部分。中医收集了症状和体征等病情资料之后，还需要对这些资料进行综合分析，并判断和概括出症，这就是辨证的过程。这是属于中医诊断的断的部分。如何系统地对病情资料进行综合分析，并对疾病的病因、病位、病性以及病势做出判断，并概括出症，为治疗方案的确立奠定基础。由于时间的限制，我们无法全部讲解，这需要同学们在以后的中医辩证法中去继续系统学习。中医与诊断课程只是一个中医入门课程，相信还有很多同学有兴趣继续学习中医，但不知道如何继续学习下去。在这里，我要告诉同学们学习的顺序。中医基础理论是中医的基础，中医诊断学是基础和临床的桥梁课程，中药学和方剂学是中医治疗疾病的武器，中医内科学、中医外科学、中医妇科学、中医儿科学、针灸学、推拿学等等，是系统的中医临床实践学科。学习至此，同学们就可以运用系统的中医理法方药的知识，对自身的健康和疾病做出初步的诊断，并能找出基本的治疗方案。如果有同学还想再提高自身的中医水平，那就需要继续学习《黄帝内经》《伤寒论》《金匮要略》《温病学》等中医经典著作。毛主席曾经说过，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。中医学经过了数千年的实践和发展，需要同学们去继承和发掘。同学们，我们的课程已经接近了尾声，同学们还可以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孙俪和你学中医，这里将继续提供辩证的学习内容，以及为同学们提供专业的内外妇儿等疾病的治疗方案和养生建议。同学们，谢谢你们跟老师一起共同学习这10周时间，希望同学们在老师的讲解中能够有所收获。同学们，再见。